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采味。冬天香菜涨价了吧？而且天气寒冷，根本不爱每天出门采买。今天教你这样做，阳台种植香菜，2天后一茬接着一茬，新鲜好吃还方便。我们都知道香菜的味道非常的香浓，喜欢吃香菜的朋友就会感觉越吃越香，越好吃。特别是现在天气寒冷，用来涮火锅也是大家的最爱。但是买回来的香菜不容易保存，如果买多了一下子没吃完，放在家里没2天呢就会发烟变坏掉。其实只要我们学会了这个种植香菜的小技巧，那么以后我们就能够天天吃到新鲜的香菜了。首先我们把香菜的老叶、坏叶摘掉不要，跟着我们来把香菜修剪一下。一般吃香菜呢，是不是都只是吃掉香菜的叶子和茎，都把香菜根丢掉了，太浪费了。夸张点说呢，和直接把香菜扔掉没有什么区别。现在大家按我的这个方法来，2天你就能够收获自己种植的第一批香菜了。现在为了能够让香菜容易长，而且长得快，我们剪裁留下香菜根的时候呢，把嫩心留着，剪香菜茎的时候呢，留上4-5厘米左右。剪下来的香菜叶呢，也刚好合适我们食用，一举两得。我们在选择香菜的时候，尽量选择这种根系比较发达的，这样更方便我们种植。后期发出来的茎叶也会因为吸收到更多的营养而生长得更加的旺盛。现在我们来把根系也剪掉一半，这个是因为根系太长的话，种植的时候呢会不太好，长新根就吸收不了营养和水分，不太容易存活。剪掉一半根系的话，这样可以刺激它长出新的根系来，更好的剪裁存活。修剪成这个样子呢就可以啦。好了，现在香菜先放在一边。相信大家在家里面呢随便找找，都能够找出这样的几个矿泉水瓶来。今天我们要把矿泉水瓶呢给利用起来。准备剪刀，从塑料瓶瓶底往上2/3的地方剪开。在剪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小心，不要让剪刀伤到手。瓶子开口处也特别锋利，非常容易划伤手。我们用塑料瓶来种植香菜，不需要土壤，也不需要肥料，简单的种植一下，就能够长出鲜嫩的香菜，既省钱又实用。把瓶子处理成这个样子呢就可以啦。接下来就按照这个方法，把香菜2到3根作为一组，插进塑料瓶口的位置，再放进塑料瓶里面就好啦。不过这之前，我们先来给香菜点养分，可以往塑料瓶中呢加入少许的白糖，大概小半汤勺的量呢就可以。每个瓶子里边呢加入同等的量。之所以要加入白糖，是因为水培植物加入白糖能促进生根，白糖中含有的营养元素对植株生长很有帮助，可以促进根系生长，防止烂根。现在我们再把香菜放进来就行。如果您觉得放白糖有点浪费的话，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方案，就是我们可以放点蛋壳，把用剩下的蛋壳清洗干净，再晒干，然后就直接捏碎放进去就行。鸡蛋壳中95%的矿物质，主要是碳酸钙和蛋白质，还含有一定的镁、钾、磷等微量元素，所以呢能够为香菜提供比较充足的营养物质。白糖和蛋壳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方便提供，之后再把香菜放进来就行。现在我们就可以加入自来水了，清水的用量要控制好，就刚刚好把香菜的根部全部淹没住，这样香菜呢就种植好了。因为是放水里养，
所以香菜的伤口呢不能摸到水里，否则呢容易烂掉。我们剪裁时留一小节香菜，既不会使伤口受到影响，这样因为心没有受到伤害，反而长得更快。我们利用矿泉水瓶，经过巧妙的改造，让香菜的植株在盖子上面，根系在盖子下面，这样解决了香菜心被水泡的问题，也能够让香菜的根系充分的吸收水分、养分。需要换水呢也特别的方便，需要换水的时候把盖子拿起来就可以了，换完水以后再把盖子往上一盖就好，是不是特别的方便呢？之后我们把塑料瓶放在阳台，或者是放到比较温暖的地方，这样里面的香菜呢就能够茁壮的生长了。刚开始栽培时呢，香菜需要时间复苏，会长得慢一点，等它生命复活以后呢，它就会长得非常快了。当然放在暖和有阳光的地方呢最好，冬天冻，温度低，暖和的环境呢利于香菜复苏快速成长。温度适宜，水分充足，3天以后呢就可以吃上香菜了。阳台种植，很多人担心的问题都是怕有异味、招蚊虫，这是种植香菜根本不用担心的问题了。香菜的气息大家都很熟悉，蚊虫也很熟悉，一般蚊子和小虫子呢都不怎么愿意靠近香菜，可以说是驱蚊养菜必种良品了。而且呢，香菜是速生蔬菜，我们只需要每天喷点水，3天换一次水，要保证水的新鲜度，防止香菜根部出现腐烂的情况，其他不用管，基本上呢就能长势良好。当然，香菜呢还有一个优点，就是可以吃好多茶。香菜是很多农户在秋冬季节常种植的蔬菜之一，它的耐寒性强，生长周期短，在阳台或是自家小花园种植呢最合适不过了。等到香菜长好了之后呢，割掉上面的部分，香菜还会继续生长，这样这个冬天我们就都有吃不完的新鲜香菜了。喜欢吃香菜的朋友，不妨在家里面种上一些，随吃随取也是非常的方便的。最后强调一点，如果香菜长高了，要及时的割掉，不要等到香菜完全变老了之后呢再割。如果香菜变老了，没有及时割掉，那么香菜就会停止生长，以后呢就都不会长出新的茎叶了。您学会了吗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每天都会更新不同的有趣的视频，记得关注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